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妈妈 Fishing Cuisine 惠妈厨艺。过2天就是正月15了，今天来做软糯、芳香扑鼻的香鱼山核桃汤圆。首先准备馅料，选用这样的大芋头，去皮切片。同时也切一点紫薯，这是夏威夷紫薯。加紫薯是为了让芋头的颜色漂亮一些，让汤圆馅和汤圆皮之间有一个反差。如果没有紫薯也可以不加，把它们用大火蒸熟，约15到20分钟。芋头和紫薯去皮后一共250克，我的芋头用了230克，紫薯20克，这个比例你可以自行调整。能够用叉子插进芋头就可以取出了。在蒸芋头的时候炒一些山核桃，我喜欢在滑顺的芋泥中加入一些山核桃的坚果香味和颗粒口感。如果你不想放入山核桃，就省略这一步。全程用中小火炒山核桃，只要炒出香味就好了。也可以用烤箱来烤，烤箱350华氏度烤10分钟。等炒好的山核桃放凉之后，用食物加工机打碎，但同时也保留一些颗粒状。你也可以用刀切碎。趁热将芋头、紫薯倒入食物加工机里，同时加炼乳增加奶香和甜度。但如果完全靠加入炼乳达到足够的甜度，又会使馅料太湿，所以我另外补充了一些有机椰子糖。再加入椰子油，也可以用黄油或猪油，把所有材料一起搅拌成滑顺的状态。如果你不用机器帮忙，一定要趁热将芋头用叉子或者压力器 ricer 压成泥，然后再和其他的材料混合均匀。芋头泥很快就打成了我想要的状态。如果你一次需要做很多的芋头馅料，也可以用立式搅拌机来操作。最后将山核桃拌入芋泥，这个时候搅拌时间一定要短，只要刚刚混合就好了。将芋头、紫薯、山核桃泥倒在一张保鲜膜上面，整理成这样规整的形状，放入冰箱冷冻30分钟到1个小时，直至芋泥基本上凝固，但又不像冰块那样坚硬的状态。这个芋泥我没有炒制，我想尽量保持多一些的湿度，这样煮熟的汤圆中芋泥是非常滑顺的。将芋泥尽量压薄一些，这样可以节省冷冻的时间。现在芋泥冷冻好了，去掉保鲜膜，它是凝固的状态，但仍然有弹性。把芋泥切成小块，凝固后的芋泥很容易切割，但如果芋泥凝固不到位，就很容易粘连，需要冷冻长一些时间。把切好的芋泥小块搓圆，再放回冰箱冷冻一下，方便后面包汤圆。这样香芋馅就准备好了。在冷冻芋泥馅的时候来准备汤圆皮。汤圆皮的做法非常简单，只要你掌握好糯米粉和水的比例。这是糯米粉，先加开水到糯米粉中，这样边加水边搅拌。糯米粉吸收了开水后，马上有了粘连性。如果全部加开水，糯米面团会非常有弹性，但同时也很粘手，不太好操作，所以需要加一些冷水降低它的粘性，使糯米粉很好的抱团，同时又不太粘连。我调糯米粉和水的比例是1:0.8，100克的糯米粉中加入80克的水，开水的用量比冷水多一些，约2/3为开水，1/3是冷水。掌握这个比例就很容易调汤圆皮了，因为每个品种的汤圆粉吸水性各异，在加水的时候可以先将开水全部倒入，冷水部分边加边调整，只要糯米粉很容易的揉成面团，不粘手就好了。将糯米粉团放置15分钟就可以开始包汤圆了。先取些面团，其余的一定要盖好，避免面团干燥。将面团搓成长的粗圆条，切成10克大小的小面团。现在来包汤圆了。取一个小面团，用手指在面团上压一下，然后顺势整理成一个碗状，将芋泥馅放入。左手用虎口向上推面皮，右手拇指压住汤圆馅，帮助左手逐渐地将面皮的口收紧，然后搓圆汤圆，
将汤圆滚上一点糯米粉，防止粘黏，这样一个汤圆就包好了。在包汤圆的过程中，你能够体会到表皮的弹性和馅料的软硬程度特别的重要。我们的这个汤圆皮有足够好的张力，所以在包汤圆的时候，很容易的将皮往上推，紧紧地包裹住馅料，而不会破裂。馅料因为有足够的硬度，所以在用右手大拇指按压的时候，它不会变形，从而很好的配合汤圆皮的向上推动，这样包出来的汤圆才会皮薄馅大。包汤圆的时候，别忘了用一块湿布盖上汤圆，防止汤圆表皮干燥破裂。今天我做的是22克一个的汤圆，10克的汤圆皮，12克的香芋馅。我的这个菜谱正好做35个汤圆，可以一次多包些汤圆冷冻起来，这样放入保鲜袋或者盒子里保存。煮汤圆的时候水一定要宽，因为汤圆受热会膨胀。煮新鲜汤圆是水烧开后下汤圆，但如果是煮速冻汤圆，就要改成冷水或者温水下锅，让冰冷的速冻汤圆和低温的水同时逐渐受热，这样速冻汤圆才会和新鲜汤圆一样不易破皮。等汤圆浮到水面上，这样翻滚就可以出锅了。煮好的汤圆可以就这样直接吃，也可以另外准备一个汤汁。因为我今天做的汤圆用到的是我们家最喜欢的椰子油、椰子糖，所以搭配的是椰奶汤汁。在一个小锅中加入等量的听装椰奶和水煮开。如果你用的是直接饮用的椰奶饮料，就不用加水了。加入1小勺糖桂花增加甜度，如果没有糖桂花，加入蜂蜜或者糖也可以。准备一个漂亮的碗，舀入几勺椰奶，放上几颗香芋汤圆。这个充满了芋头和山核桃香气的汤圆，滑顺中带着些许的颗粒感，搭配融合着椰奶香和桂花香的汤汁，其中的美味，你只有品尝过才可以体会。祝各位元宵节快乐，我们下次再见。